准时下课讨神喜悦，准时上课也讨神喜悦。好，我们来上课要有信，我们有一个有爱心跟信心来上课，上帝就会喜悦我们。好，我们刚刚讲的准则伦理跟动机伦理这两个方法，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关系，如果现在没想到，如果你有想到可以写下来，等一下我们有时间都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嘛。今天我们把这些方法彻底学好，我们可以知道人生中每天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做才讨主喜悦。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个方法，叫做处境伦理的方法。那准则伦理是主要的重点是看我们的外在可见的行为有没有符合神的规范、诫命、律例、典章，这是重要的啊。那动机伦理也很重要，不只是外显的行为啊，所以不是说我有没有把比利牧师杀了这个来定我的罪，我心里面爱他，我恨他，这个也决定我有没有罪，上帝喜不喜悦，所以动机伦理也重要。那第三个处境伦理是什么？就是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是是是非，是良善或邪恶，上帝喜悦或憎恶呢，牵涉到你的处境，要用处境来决定它是对还是错。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就是行为或动机所处的广义的定义。那这个行为动机所处的广义定义包括历史背景。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学历、你的素养，这个事件的人物、环境，一件事情呢，它的这个背景各方面的这个种种的条件，来决定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那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用杀人的例子好了，我们说不可以杀人，所以杀人是对的还不对的？不对，杀人是错的，对不对？无论如何绝对不可以杀人，对不对？确定？不是，无论如何不可以杀人，你们就可以随意杀人罪，自我防卫，自我防卫。好，所以比如说这个哈马斯去以色列投了一些炸弹，弄死了几百个人，上千个人。那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攻打这个哈马斯，攻击哈马斯？要看他的动机呀，正义之师嘛。看他的动机，所以非常好，你们马上应用第二种方法，动机伦理。看他的动机是什么。那所以他的动机是什么？表示说我在根据他的某一种动机的情况下，我可以杀他，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看情况 ，situational ethics， 这个 situation 是条件，看条件看情况，所以不可杀人，杀人就是不对，但是是不是所有一切的杀人都绝对一定不对？有没有一些情况下你杀人？我杀了哈马斯是为了保住更多人的性命，对，所以郑捷在捷运上无差别杀人，那郑捷有没有被处死刑？有，郑捷死了，所以杀郑捷是对还是不对呢？对。那所以你们就是支持死刑，你们是反废死，对不对？反废死啊。那蔡英文提名的大法官多数都是支持废死的，那所以是不是蔡英文做的就不合乎基督教的伦理呢？我们后面可以来讨论这个题目。但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们要看准则，才查验准则，来判断上帝喜不喜悦，判断他的是非对错。第二，我们要查验动机，来判断上帝喜不喜悦，他的是非对错。第三，除了准则的东西，还要再加上条件，很多事情要看情况。对，我现在因为中午不好吃，我就杀了比利牧师，这个就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比利牧师加入哈马斯，或者他变正节无差别在我们中间突然开始杀同工，那我去杀他，我就是这个周楚除三害，对不对？为民除害，对，我就变正义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我杀人就不但不是不对，我杀人就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杀了这个恶人是为了保护好人，所以耶和华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对，好，所以也要看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怎么讲这个事情。比如说马太福音12章，这经没念得过的同工接着念，随便一位。耶稣对他们说：“大卫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不是进了神的殿，吃了他和跟他在一起的人不可吃，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吗？律法书上记着，安息日祭司在殿里供职，触犯了安息日也不算有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好，谢谢。这段经文它比较长啊，它讲的是什么事情？我们来还原一下。这就是这个前面我们没有看前言呐，前言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啊、文士、经学家一群人，就是专门在找耶稣茬的，找耶稣跟耶稣的学生门徒们麻烦的人。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就带着门徒安息日的时候就这个出门，好像秉义牧师把我们这个清坛的同工们就带上山了。那安息日带上山的时候呢，沿路呢我们就看到哇，有这个悦人眼目的果子，路上摘下来就吃了。那吃了以后，法利赛人就开始控告，谁准你们做这个事情？你们犯了罪，你们安息日怎么可以去掐这个麦穗来吃呢？怎么可以去摘果子吃呢？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个掐穗这个动作呢，在这个不是旧约的律法，是法利赛人他们扩充旧约的律法，把这个定义叫做是工作。这个就是你这个耕种地的时候你要做的这个采收的动作，这个是工作。那安息日可不可以工作？安息日工作是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因为要安息嘛。对，那这样，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说，耶稣啊，你管一管你门徒啊，你没有看到他掐麦穗，安息日这样做是犯罪得罪神的。好，那耶稣就回答这一段话，他说，你们有没有读圣经？这段经文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记着，大卫在打仗的时候，他有一次带兵带了几个随从在旁边，他们那时候肚子饿，那肚子饿，他们刚好这个在看到这个圣殿圣殿里面这个圣所至圣所里面有这个陈设桌，陈设桌上面有放陈设饼，那个是献给上帝的。那陈设饼呢，在这个利未记、生命记里面，上帝规定，就是说这个陈设桌这一张，如果我们这边是圣所，圣所里面就有放这个一张陈设桌然后有什么金灯台香炉，然后里面幔子隔着里面是至圣所，里面放约柜、法版。那外面这一个陈设桌上面有放陈设饼。那陈设饼这个东西，因为是给上帝的，所以每个礼拜祭司他就会换这个陈设饼那换下来以后呢，这不是随便可以吃的，只有祭司跟利未子孙才可以吃换下来的陈设饼。所以其他人吃就是犯罪。但是大卫有一次带兵打仗的时候，他们太饿了，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饿到没有力气发昏，他们就吃了这个陈设饼。但是这件事情，上帝不算大卫他们是有罪，所以耶稣引用这一段事情回答法利赛人说：“你们没有读过这一段圣经吗？”那律法书上记着，安息日祭司在殿里供职，触犯了安息日也不算有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你们自己，你们守住你们发明的这个律法，就是安息日不可工作，把掐碎麦穗当作就是犯罪。但问题是，你没有读过大卫这个吃陈设饼的例外吗？你没有读过祭司在安息日供职，他如果触犯了安息日也不算为有罪。
这些例外你都没有读过吗？所以你要看情况，要看处境，要看条件，才知道有罪跟没有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哪些条件，哪些处境，哪些不同的处境？根据什么处境，所以大卫吃了陈设饼是算为无罪的？饥饿，饥饿就是他的生理状态的处境，对不对？大卫的生理跟他的士兵生理状态，他们是为以色列征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他们饿的时候，大卫不是说这个已经这个吃饱喝足了，然后又贪吃，然后看了陈设饼以后就起了贪念，想说我要再吃一点，吃这个我不应该吃的东西。这个不是情况，不是如此，情况是他们为以色列征战。然后征战到饥饿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在断粮的时候，逃亡断粮流亡的时候，他们不得已才吃了陈设饼。所以情况这个处境就决定了他做的是对还是错。这不只是准则跟动机的问题。那这段经文除了生理状态的处境，还有什么？还有空间状态的处境。他在神的殿里面。那一般情况下，这个进到圣所是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的，大卫可以进去不行啊！你随便人跑进去，上帝会要你的命。你不可以随便进到会幕里面的圣所至圣所。所以大卫进去有没有被劈死？他不但进去没被劈死，他吃了饼出来也没死啊。所以这个空间处境呢，也不算为有罪，因为他在饥饿的状态，他进到神的殿，所以不算为有罪。你好认真哦！你要来最前面可以，你可以坐在这边听啊，可以很乖。那除了空间的条件以外，还有一个时间的处境。这段经文发生在什么时间？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做这个事情呢，连在这个时间状态处境里面也不算为有罪啊。所以这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在教室里面随便走来走去。脚踢来踢去，这样有没有犯罪？没有。那你们为什么不起来随便走来走去？啊，因为有一个年龄的条件，对不对？如果年纪是小于4岁、5岁的，这种情况下，他走来走去，这不算为有罪。所以每一件事情你要看处境、看情况、看条件，来判断是非善恶对错。好，我们看箴言这个，再请一个同工帮我读。谁还没念过？盗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会鄙视他。好，盗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会鄙视他。所以可不可以偷东西吃？可不可以偷东西吃？我们今天那个牧师在新店捷运站的乐田面包店接我，那我168断食，肚子饿。可不可以肚子饿？我看到乐田面包的东西好吃，我就把它偷来吃。这样有没有犯罪？有。那可是箴言说我没有犯罪啊。箴言说偷窃东西人不会鄙视他。这个是有一个处境，对不对？你饿的时候，你不是因为贪婪你如果真正因为贫穷饥饿的那个状态下，在某一些条件跟处境下，你偷窃充饥。人不会鄙视他，好，所以你如果读过雨果的那个《悲惨世界》，那个主角上万强的音乐剧，那部小说很值得看。好，是讲一个主角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时候，他去偷吃了一个面包，他一生就没关系，只要没有危险就不会，这样小心哦。那他就因为偷吃了那个面包，他的一生就毁了。好，那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呢？如果照箴言这个伦理判断的话，你是因为饥饿，你不是因为贪婪，好，所以这个也不算为有罪。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箴言25章11节，再请一个同学帮我读。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像金银果镶在银的器物上。好，那这一句经文里面这个合宜呀，它的这个希伯来文原文是 open。open 这个字它长这样，
希伯来文很恐怖，它是从右边往左，你要站在这边才看得到，你要站在这边才看到我写的 open 啊。那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可以叫做在环境中，在环境中，或者是在条件中。合宜这个字，就你直接翻译它的意思。当然，我们用中文翻译的这样是更流畅、也很清楚啊。但是你也可以这样翻译，就是这个在环境中或在条件中。那一句话说的合宜，你就可以解释成一句话说的在环境中，或者一句话说的在条件中。就像金苹果镶在银的器物上，意思说这个就是好。所以我们讲话要看环境，要看条件，要看场合，对不对？我今天一来啊，好多同工就跟我说：“帅哥牧师，哇，那这一句话说的是不是？没关系，那个给他，好，没关系，好，在这边可以，没关系，你不要出声音就可以啊。那所以这句话说的就很在环境中，很在条件中，对不对？啊，你可以坐就不会那么累。啊，你如果站着不累，你要站着也可以。好，所以在环境中跟在条件中就是合宜的意思。看场合说话，所以我们讲话要看情况，对不对？看情况来讲话。那这个一句话说的好不好，不是永远固定的啊。比如说我今天来，你们说哇，牧师很瘦。但是我如果几年前来，那时候我100公斤的时候，你们说牧师很瘦，那这句话合不合宜呢？那就你们就涉嫌撒谎，对不对？你们涉嫌做假见证，不可做假见证。你们那时候可能可以说牧师很有福气那这个话就比较合宜，对不对？所以你说话没有绝对，你不是永远说人家很瘦，这个就永远对。你要说的在条件中恰当的去说它，好，所以这个就是处境伦理。上帝喜悦你好好看情况讲话。好，箴言15跟23几个同工帮我念。谁还念过？应对得当，自己也觉喜乐，合适的话，多么美好。好，所以应对得当，合时的话，所以我们做事、讲话、行事为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看时机，切合时宜的话，才是好话。所以这个谈的这边强调的，既不是准则，不是动机，它强调的是什么？处境，时机要好，场合要对然后讲当讲的话，得当那就对了。好。那再看这个以弗所书4章，如果都念过，我们就再从头开始轮。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却要适当地说造就人的好话，他使听见的人得益处。好，所以这边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适当。这个适当这个字就是也是切合时宜的。它的原文就是说fits the occasion。如果用英文圣经看希腊文是 kaharios 这个字就是你说的是一个需要的，在那个情况下需要的那句话。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听到的人得益处。好，那所以我如果很胖的时候来，你们说牧师很瘦，那这个我会得益处吗？我听到我很瘦，我想说那我还可以再多吃，我可以一直这样，你就害了我，对不对？好，所以要造就人，使听的人得益处，要适当的说。那这个适当呢？适当就不一定是准则哦，它不是一个公式说你反正无论看到谁都这样说就对，它不是准则，也不是动机。因为有时候我们动机是好，但是话说出来不一定使人得益处比如说我跟我妈到现在我听她讲话还是常常不得益处。我胖的时候，我说不要吃，还是一直吃，因为我胖，吓死了。
那我瘦下来以后，他就说怎么都不吃啊，什么都不吃，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所以那个奶奶就一直骂我就一直被奶奶骂啊，所以我怎么样都被骂，所以我只要一听到我妈的声音，我就觉得就是不得造就，也不得益处。那这些话，他如果换一个方式讲，会不会好一点？我们有时候跟家人、熟的人讲话就很直啊，很直。我说我是为你好啊，我是为你好，这句话就是动机伦理，对不对？但是你也要考虑处境伦理啊，你是为我好没有错，可是我听起来很不舒服啊，对不对？所以讲话要适当，要合宜啊，要像金苹果都在银网，所以处境也是要考虑的。好，彼得前书4章10节，再请同工。你们要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个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好，所以这个处境伦理这边就是 situation， 他也讲到条件啊。你们要做各样恩赐，照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那我就因为我是牧师，然后我也很爱你们这些同工，所以我出于爱的缘故啊，出于动机的角度，我是出于爱，还有准则啊，就是上帝吩咐我们要爱人。那所以我就决定今天中午呢，我就把这个教会准备的爱宴全部退掉，我来煮，我煮给大家吃啊。然后我煮出来的东西就乱七八糟，我也不会煮，但是我硬煮出来，你们吃不吃？吃又吃，硬难吃要把它吞下去，对不对？然后看到我要说好吃还难吃，好吃，看到我要说谢谢还是见鬼了，以后就是不要再请他来了。每次请他来，我们训练会就这样子，就糟蹋我们同工，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侍奉要看你的恩赐是什么嘛，这个不要硬来啊。所以这个是牵涉到条件跟处境，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扫厕所。扫厕所很简单吗？你要把厕所扫到干净、清洁、卫生，甚至到香喷喷，这没有很简单的。有的人怎么做就是做不好，啊，有的人怎么做就是做不来，乱七八糟。所以这也是一种恩赐啊。每一个人照着所领受的不同的恩赐彼此服侍，这个就是好。所以没有一定怎么样是好，神没有说每一个人都做牧师，每一个人都领会，每一个都司琴，每一个都扫厕所，每一个煮爱宴，每一个拖地，每一个洗碗。每一个人照着不同的恩赐彼此服侍，这个就是好，啊，所以这个就是看情况、看条件，啊，有时候这个我不一定很有煮饭的恩赐，但现在就没有人可以煮，所以在这种处境下，我如果去煮，也不一定就一定不好，所以这个还是看情况，在不同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那就牵涉到这个你要评估你的处境。再来，这个哥林多前书9章，请个同工来。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了要得着犹太人；对律法以下的人，虽然我自己不在律法之下，还是做了律法以下的人，为了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了没有律法的人。好，谢谢。所以这边是保罗跟这个哥林多教会讲的话啊，他说这个这一大段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不对？意思就是这样反正我看到犹太人我为了要得着他们，我就变犹太人那我这个看到外邦人我为了要得着他们，我就做外邦人这个再请的同工帮我后面这段也念完。其实我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为了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了软弱的人；为了要得着软弱的人，对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让我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所以可不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不是可以，这是你必要。保罗的典范就是这样。所以我如果跟小牧师讲话，我最好我要蹲下来，对不对？他就会觉得说我跟他是一国的。对。我如果永远高高在上的，他就觉得这个人不好亲近讨人厌我如果跟他讲吃饭我就会说吃饭，对不对？你喜欢老虎狮子，对不对？很乖所以我就要用这个
根据他的情况跟他讲话。所以你对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这不是说你是双面人，这个意思是你在根据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情况，为了人的好处得着他的灵魂，你要去灵活的变化，你要温驯如歌，也要灵巧像蛇。所以保罗要跟得着犹太人，他就说：“我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我是在加马列门下受教的。”但是他要得着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就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吵架的时候，我是法利赛人，我跟你们一样。他在千夫长跟百夫长面前，他说：“我是罗马公民，我是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的，你们的罗马的公民身份还是买来的，我生下来就是。”哇，很漂亮。所以对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这个就对了。这个是处境伦理的经文。好，使徒行传16章，再请一个同工帮我读。保罗有意要他一同出去，但为了那些地方的犹太人，他就给他行了割礼，因为他们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好，在这个使徒行传16章呢，保罗这个讲的这个他讲的是提摩太，保罗要带着提摩太去侍奉比如说这个周牧师要带着我们的3岁小牧师出去侍奉，那带他出去侍奉的时候呢，因为要侍奉的服侍的对象是犹太人那初代教会2000年前，这些犹太人通通都割过男生弟兄出生第8天都受过割礼。那要侍奉这些人的时候呢，如果我带提摩太来，保罗自己也割了，好，谢谢。那提摩太没有割，因为提摩太的爸爸是希腊人那一个没有割礼的人，他有什么资格在我们中间侍奉？你连摩西的律法都不遵守，你出去，你没有资格在我们中间，连讲话站讲台都没有资格。所以，可不可以受割礼？应不应该受割礼？你们有没有受？牧师有受割礼吗？没有。那应不应该受割礼？你们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应不应该受割礼？受割礼是对还是不对？然后保罗就给提摩太割掉了，对，所以要不要受割礼呢？所以受割礼跟不受割礼要看情况。那真的看情况吗？在腓立比书，保罗跟腓立比教会说，腓立比书第3章，他说你们要提防那些行割礼的。他说那些人是什么？他骂那些人是狗，提防那些狗。和合本是永远很文雅，和合本翻译成犬类。你们谁会平常说人家犬类？我们骂人就是猪狗不如嘛，对不对？就是狗。保罗就是说你要提防那些狗。那天在教会叫大家受，哇，好漂亮，太棒了！在教会叫大家受割，为什么保罗气成这样？因为已经有基督了，再加上割礼，表示基督不够，就不是唯独靠耶稣基督，就是靠行为称义，不是靠信称义。那你不能因行为称义啊，你不能因割礼而称义，所以你要靠信心称义。那这样，所以割礼是绝对不可以。但是有那么绝对吗？没有。当我要侍奉犹太人的时候，为了得着犹太人，我就割吧。那这个情况下，我不是说我要宣传靠行为称义，我是为了我侍奉的需要，我降卑自己，我道成肉身，不需要割，不应该割，我也割。可以明白吗？这个就是处境伦理。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加拉太书2章3到5节，请一个同工帮我读。与我同行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强迫他受割礼，这是因为有些混进来的假弟兄暗暗里来监察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享有的自由，为的是要辖制我们。对这一些人，我们一点也没有让步，为了要使福音的真理存留在你们中间。好，谢谢。好，所以请问，刚刚保罗是带提摩太去侍奉，对不对？这边保罗带谁去侍奉？提多啊。好，那所以是不是一样？为了这个会众的好处，也把提多割了？没有。提多有没有割？没有。所以谁比较倒霉？
提摩太比较倒霉，对不对？为什么？如果带提多去侍奉犹太人，就照割不误嘛。那现在为什么提摩太割，提多不割？所以保罗这个人就是双重标准，双标，对不对？政客，可恶的保罗，是不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一个割一个不割？你们做同工可以双重标准吗？所以牧师用到底选同工标准是什么？保罗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割一个不割呢？为什么？因为有些混进来的是假弟对，兄。因为要看情况。因为现在面对的情况是有一些混进来的，暗中要侦查我们享有的自由，他想要找我们的麻烦来辖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提多虽然他是希腊人，也不要他受割礼。我们就是要见证，我们有基督就不需要割礼。神的儿女受的是心里的割礼，我们真以色列人不是外在的割礼，是心里面的割礼，就更要强调这件事情，我就更不割。所以情况不一样，处境不一样，就牵涉到我的是非善恶的标准要变动。上帝在这个情况下喜悦提摩太被割，在另一个处境之中，上帝不要提多割。好，这个处境伦理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吗？那我们就要来看最后第4种方法，效果伦理的方法。效果伦理方法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看行为的后果，行为的结果或行为的后果 ，result 或者是 consequence， 看结果或者看后果来决定这个行为是是还是非，是对还是错，是善还是恶。所以呢，哥林多前书这个经文，请个同工帮我念。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好，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我的天哪，保罗给这么宽松的标准，我们在基督里真的太自由了，什么都可以做。杀人放火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这节经文的原则是什么？不都造就人。这节经文的关键是你做，对啊，你要杀人放火，你可以啊，你要无差别杀人可以啊，但是造不造就人？有没有使人得益处？所以关键这一节经文，你看它又跟我们前面的经文不太一样。我们看过强调准则的，有强调动机的，有强调处境的，这个是强调效果。你这件事做了以后，到底好还是不好？它带来的影响跟结果，它到底是造就人还是不造就人？对不对？我一片赤诚，一片爱心，虽然我不会煮，为了表达我对你们的爱，中午的爱宴我硬煮。那我硬煮给你们吃，好还是不好？怎么说好？你们真的好吗？你们吃了我煮的盐巴放太多，啊，要么放太多，要么没有放。你们吃了以后很开心很喜乐吗？诚实说。如果是这样，没放盐巴但是可以吃。没饭也是可以吃，对，好，但是所以凡事都可行。但是你做了以后，到底造不造就人？到底好还是不好？好，那这个就是效果伦理。你要看你做了以后的结果跟效果，后果是什么？罗马书12章，我们来请一个同工读这一段。不要以恶报恶，恶报恶。众人以为没的事，要留心去做。好，所以这一节经文里面判断一件事情可做不可做的标准是什么？要看众人以不以为美，对不对？所以今天中午我来煮爱宴，还是这个领唱的姐妹煮爱宴，私情的姐妹煮爱宴，哪一个比较美？私情的，对不对？你们就知道说，可能知道他有这个管领饭食的恩赐，但这个就是众人以为美。所以如果我去煮，那就不对。如果说私情姐妹不在，只剩一个我比较会煮的，那我去煮。如果有私情姐妹有恩赐的在，她煮就是众人以为美的事，你就留心去做，这个才叫做美。所以这个叫做效果伦理。你要看大家以不以为美嘛。好，再来这个以斯帖
4章，请一个同工帮我念。末底改叫人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心里想，你在王宫里比所有的犹太人都安全。这时你若是缄默不言，犹太人必会从别的地方得着急救，那时你和你的父家就必灭亡。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吗？”好，所以这个以斯帖这段经文就给我们看什么？他说，这个末底改就跟在皇宫中的以斯帖有这个对话。那时候以斯帖他不敢讲话，因为他随便讲话呢是会被杀头的，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他保持缄默。但是末底改跟他说，你现在跟所有我们同胞比起来，你是相对最安全的。那这个时候，你如果保持缄默不讲话，那这个犹太人，他们或许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到拯救，但是你跟你的父家就必灭亡，因为你保持缄默，你不讲话。所以当上帝兴起其他方法，犹太人用别的管道找到他们的出路的时候，你的缄默不言，就定了你懦弱，然后胆小怕事的罪。所以呢，谁知道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吗？所以你只要讲话，犹太人就怎么样，就可以被解救。所以这个时候，那个以斯帖到底应不应该讲话呢？应该要讲话，就是根据你讲话以后的效果。你讲了以后，因为你是王后，你不是一般人。你如果是一般人的话，你可以喝后面的啊，后面有更好喝的，这个难喝。好，没关系，那你就在这边啊。好，那所以这个王后呢，她在这个情况下，她不应该缄默不言，她应该要勇敢出来发声，勇敢说话，就是因为她王后的身份说话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好，再来哥林多前书6章，请一个同工。什么事我都可以做，但不是都有益处；什么事我都可以做，但我不要受任何事的辖制。好，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一样，我万事都可以做，本来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它不一定都有好处。而且呢，我们不要因为做什么事就受它的辖制啊。那怎么样会受辖制？比如说成瘾，比如说吸毒、酗酒、抽烟。或者是我们不要说吸毒，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用手机都会上瘾，对不对？你如果做到被辖制，这个还可以做是没有做，但是好不好？就不好了。所以根据你做的这个事情，你被辖制的这个效果，以至于你要评估，我是不是还做这个事？我要调整对这个事情的做法、频率或者方式啊。所以这个就是根据结果后果。如果你做多了会被辖制，你就要去调整、去评估、改善它。好，这个传道书10章10节，请个同工念。斧头若钝了，还不把斧头磨坏，就必多费力气。最后的好处就在于助人成功。好，所以怎么样的斧头是好斧头？怎么样的菜刀是好菜刀？哇，谢谢你，把我的讲义给分解了，做得好。我不要，没关系，我不要。来，这个送你。好，所以呢。怎么样的菜刀是好菜刀？磨砺的菜刀，能切的就是好菜刀，对不对？不一定多漂亮，不一定什么材质，不一定什么形状，你只要好切的刀就是好菜刀。这句话说什么？智慧的好处在于什么？为什么智慧好？因为能够成功。这句话不是成功神学，不要误会。但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句话说的就是只要成功啊，成功就是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智慧？因为智慧能够带领我们走向成功之路。所以追求成功就是什么？你这个是他很乐意分享，因为他是要分享给我，谢谢你啊。但现在的处境因为是上课，我如果吃的话，我就有罪了。所以好，你先吃。那这个智慧的好处就是在于有没有成功，所以有没有成功就是有没有效果，后果好不好，结果对不对？所以根据成功来判断好跟不好，这就是效果伦理的一种判断法。这是第4种方法，可以明白吗？好，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了4种伦理观点，有哪4种还记得吗？第一种是非常好啊，可以偷看手上的讲义。第2种是什么？动机伦理。第3种呢？处境的方法。第4种效果的方法。所以我们学这4种方法，学就要用它。这通通是上帝教导我们的方法。所以以后每一件事情，你就要考虑说，我这样做有没有关的准则？好，这个小牧师要分享他手中的饼给我，这个我吃了这个，我吃他分享给我的饼，这个有没有违背上帝的准则？那动机来说呢，他是爱我，他是乐意分享。那我的动机呢，就是贪心啊，因为觉得如果他都吃光了，我等下就没得吃，所以我的动机可能有一点问题。那处境来说呢，我来上课，对不对？做功德工价，你们给我讲原费，那我这边就吃起来了，我对得起主，对得起你们给我的钱吗？我这个怎么样都说不过去。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可以吃东西吗？那我就不能吃，对不对？处境来说不可以。那效果来说，我现在168断食，吃了以后，这个固然可以给我热量，但是就破坏我的这个168断食的减肥计划，所以效果来说恐怕不太好。所以综合评估之下，我可能就先不吃，你自己吃你不用减肥，我要减肥。好，所以每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只是用在大事你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我们练习在小事上中心，那你就不用太担心，不要挂虑。你努力的考虑各种伦理的这个立场以后，最后做出一个审慎的决定，那这个就很可能是可以讨神喜悦的。至少你可以说我是无愧于上帝，因为我已经充分的考虑我应该怎么做。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根据处境伦理在饥饿的时候我就要吃东西，所以现在时间已经到了要吃饭的时间了，我先讲到这边好了，因为下面的我就下午再一起讲。好，谢谢牧师。我们休息到下午1点，那我们现在去楼。